小米智慧门铃来了，大家会想换智慧门铃吗？邦尼这集主要会快速带大家看看智慧门铃有哪些功能，以及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。最后，邦尼也会把小米智慧门铃2跟米家的智慧摄影机简单进行画质对比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小米近期终于在台上市智慧门铃，算是蛮多人都在关注的一个产品。这次引进的版本是小米智慧门铃2。首先看到内容物，包含了工具组、蛮有趣的警告贴纸、装在室内的喇叭，以及装在室外的主机本体。请务必注意，包装内没有随附电池，要记得自己准备6颗3号电池。当然，如果急用，3颗也可以暂时启用。接着先说大家在意的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如何安装主机？原则上，大部分家庭应该都可以用粘贴的方式粘在门口。小米智慧门铃2机身背面都已经有贴上了贴片，光滑平面的材质，大理石、金属或是一般塑胶应该都粘得住。小米官方建议的安装位置是离地面140到150公分左右的高度。粘上前稍微擦拭表面，然后先粘背板，粘上后大力压紧底座1分钟。接着再扣上主机本体，锁紧侧边螺丝就完成了。如果是水泥真的粘不住，或是怕被拆走，可以采用螺丝安装的选项。包装内也随附了工具包，但先别急，邦尼会建议先配对好再装到门上。首先下载米家 App， 点击右上角新增装置，选择居家保全，就能找到小米智慧门铃2。接下来装上电池，按住机身背面的 Reset 3秒，就可以进入配对。接着在 App 上点击完成，然后将 App 中出现的 QR Code 拿到镜头前，让小米智慧门铃2自动配对。记得要把保护膜撕掉。接着进行一些细部设定，完成后就可以将门铃安装到门上咯。完成上面步骤后，继续回到 App， 这时候要来连接放在室内的门铃喇叭，这样有访客来按门铃时，你才能听到声音。在 App 上点选连接，然后将喇叭插上电，接着长按机身上的配对按钮3秒进行配对，这样一切就完成咯。再来说一些功能上的细节，首先是放在室内的门铃喇叭，简单来说就是外面有人按门铃，里面这个喇叭就会发出声音。第一个问题，连接的距离有多远？经过邦尼实测，平面空间大约可以到15到20公尺左右，上下层楼的话，最多就是1层，但建议离门铃还是近一点会比较稳定。此外，这个门铃喇叭需要接电才能使用，采用 Micro USB 接孔，所以需要放在有插座的地方，需要特别注意。接着，门铃喇叭的铃声可以自己设定，也就是别人按下门铃后，室内会听到的声音总共有4种，分别是叮咚、幻响、鼓机、跟单簧管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室内喇叭可以设定勿扰模式，在 App 中你可以设定只有几点到几点按下门铃才会响，避免打扰睡眠。但这就要请大家斟酌后使用了。接着说到重头戏，小米智慧门铃2可以做什么？先来看机身本体，由上到下分别有镜头、麦克风、红外线感应器、门铃按键以及喇叭。不过采用亮面的机身设计，蛮容易留下刮痕。先来说自动录影功能，在以下3种状况，门铃会自动录影。第一种就是移动侦测，也就是当有人经过门铃前面，系统就会自动录影。接下来是第2种，有人按门铃，没错，以后门铃响了，但外面没人的时候，就可以打开 App， 看到底是谁乱按门铃。第3种是可以在 App 中开启的强拆警报，如果有人拆下门铃，也就是偷偷把螺丝转开，然后拿走门铃本体的话，系统也会自动录影。而这个感应器就在门铃本体的背面，主要侦测盖子是否盖着。当盖子被拆下来时，系统也会自动发出警报声响，大约10秒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邦尼刚提到的3种自动录影状况，最大都只能拍摄30秒的影片，录影长度可以进入米家 App 中进行设定，拍越长就越耗电一些。
当然，作为一款小米的产品，小米智慧门铃2也可以透过米家 App 直接即时看到智慧门铃的画面。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小米智慧门铃2毕竟是采用电池供电，所以为了省电，并不是随时都可以看到画面。只有系统侦测到有人按门铃，或是侦测到有人在门口走动，才会启动即时检视的功能，让你可以在手机上看到门铃即时的画面。经过帮你测试，大约在按下门铃后10秒左右，就可以在 App 中看到即时画面的功能启用。不过，如果你不管耗电量，就是想要随时都可以连线到门铃看画面，那也可以在设定中的省电模式开启即时检视模式，如此一来就可以随时连上门铃看画面了。但这也会大大增加耗电量。而在连线进入即时画面后，跟米家的摄影机一样，门铃可以进行双向通话，也就是你可以使用手机跟门口的人说话，门口的人也可以透过门铃跟你对话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个蛮特别的功能。第一个，你可以将你说话的声音进行变声处理，如果是一个人住的话，门口的人也比较不容易猜出来你的性别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订外送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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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二个就是语音回复，你可以先录好声音，然后按一下右下角的语音回复，就可以播放预录好的声音给门口的人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在 App 中设定自动回复的功能，只要有人按下门铃，就会自动播放这段语音，例如请稍等，马上就来。最后，大家一定会问一个问题，如果不幸门铃真的被拆走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所有录下来的影片都储存在云端上，即使门铃离线了，只要在时限内赶快到 App 中找到想要的片段，再储存下来就可以了。不过应该比较少会有人想偷门铃，所以至少可以看到有人经过，按门铃确认没人在家这些片段。但邦尼还是必须说，这种产品还是辅助为主，不应该当成是安全性或是保全产品哦。邦尼最后还是要多提一下，小米智慧门铃2比较明显的问题，还是采用电池供电的方式，需要定期更换电池。虽然说也是因为换电池的设计，所以在机动性上比较好一些，安装也更容易。但想入手的朋友，还是要考量安装智慧门铃的位置是否可以连上网路，因为门铃大部分的功能还是要连上网路才能透过手机控制。顺带一提 ，App 中会有大概的剩余电量显示。根据官方建议，智慧门铃需要 1.5V 的电池。从 App 也可以看到，当你安装 1.5V 的电池，显示的是100%。如果是 1.2V 的充电电池，则会显示75%。入手的朋友使用时可以留意一下。最后的最后，大家一定会想知道，小米智慧门铃2在有光线跟全黑下的拍摄表现究竟如何？以下帮你也提供跟小米自家的2台智慧摄影机对比，供大家参考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。大家会想试试看智慧门铃吗？如果还有更多问题或是邦尼没说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告诉邦尼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！